不知道哪里传来的消息，竟然说死神方便为了自己连胜战绩不被终结，提前退出了中国拳坛，不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。很显然，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说法。方便果断站了出来，主动选择与德国的冠军选手约下比赛。虽然这场比赛之前，方便确实有一阵子没有打比赛了，但是也不至于传出方便不敢打比赛这种谣言。其实是因为方便刚刚创立了自己的武术俱乐部，将心思全部放在培养国内新一代选手，所以才耽搁了一阵子。方便对此也并没有太多的解释，而是直接站出来，选择与实力强悍的德国冠军来一场比赛。那么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个来自德国的选手名叫瓦德马·韦伯，相信经常看泰拳的观众应该也知道，他不仅是德国的冠军选手，更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泰拳选手。身经百战的他，更是拥有着接近80%的 KO 率，可以说在数据来看十分的恐怖。不过方便也十分勇猛，得知对手的实力水平，更是选择主动挑战。别忘了，此时的方便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打比赛了，重新回归擂台，竟然直接选择打这种高质量的比赛，可以方便对自己十分的自信。看来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，他也是没有一点怠慢。那么这场比赛，小编也相信方便一定会拿出自己的拿手绝活，打一场精彩的回归之战，并且让那些小黑子们狠狠地闭上嘴巴。那么比赛开始前，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能长按点赞3秒。小编在这里祝大家早日赚到100万。那么比赛现在也是正式开始，红色方是咱们的中国选手方便，蓝色方则是德国冠军瓦德马·韦伯。如果小编不说，可能大家还认为方便在欺负老头，其实对手比方便还要年轻3岁。不过方便在私下十分自律，对自己的身材管理也很有要求。不过这都不算什么，关键是在赛前的采访中，韦伯竟然喊话道，说今天这场比赛要成为方便的退役之战，言外之意就是自己的实力足以直接把方便打废，让他提前退出中国拳坛。不过这种嚣张的发言，一般情况下场都很惨。散打式的自由搏击进攻，方便目前是46战全胜。侧踹腿，方便比较擅长的3个方式：侧踹腿、接腿摔和自己的组合拳。在经过7个月的努力训练，1年多没有打比赛的方便，来到擂台之后，并不着急证明自己，而是选择更加保守的来回拉扯。这也让初次与方便碰面的韦伯十分不知所措。看来过于自信，导致他在之前完全没有对方便的打法研究过。方便虽然1年没有打比赛，但是他对自己的专属打法还是没有丝毫生疏。既然对手没有什么针对，那么这场比赛很显然会成为方便的回归表演赛。这样的一个接腿摔以后，对方可能不太敢用太多大动作的推法了。低扫，接腿接续摔，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，接腿摔是被允许的。前摆后直，前摆。当年在方便站在重庆的擂台上，在我们宽田盛典的擂台上，前摆后直，前摆就是他击败。大家都知道，方便在国内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，一如既然的打法从未改变。不过从来都没人能够站出来打破方便的战术。方便最擅长用拉扯的战术来扩大自己的比分。身为散打选手，在腿法方面更是强悍，不断的用侧踹腿来保持2人之间的距离。照着这样的局势来看，方便也足以能够一点点将比分差距给拉开。还是更擅长打中距离和中远距离。自己的拳法一旦不奏效，马上退出自己的安全距离，这是方便的一个特色。对方有这个后手拳抡摆到方便后脑的这个情况，我们刚才也看到了。好，那是第1回合。现在我们来到第2回合，韦伯也意识到自己在正面无法打破方便的防御，所以在这回合开局后，很快就与方便在内围进行了一波搂抱。不过在过程中，韦伯竟然还敢用拳头对方便的脑袋进行砸击，很显然这是规则不允许的，但是裁判可能没有注意到，所以并没有对其进行警告。不过方便对此可是怀恨在心，果断加强了自己的攻势，准备给对手来一波猛攻。对方反击一个。转身的后蹬，中段的扫踢，方便转身的后蹬，对方躲开了，前摆后直，低位打俯，在双方都前冲的情况下，摆拳的有效率就不会太高。
在方便拿到比赛节奏优势之后，他并没有打算一直持续主动压制对手，而是凭借自己的腿法进行来回拉扯。毕竟方便最擅长这种打法，而且在这种状态下，他非常清楚该如何去做下一步动作。然而对手可不是这样想。此时马德瓦、韦伯已然被方便的这种打法弄得心态崩溃，他打算加强攻势，要与方便来一波正面对抗。不过他越是着急，方便就越是满意，因为这种打法所期望的就是这样的效果。后手拳，又一次后手直拳。对方的确有这种击打后脑的嫌疑，裁判警告了。第一位的扫踢。虽说此时方便已经1年多没有打比赛了，然而重归擂台后，他的表现依旧如故，仿佛和从前一样。再看对手，其作为德国冠军，在这场比赛之前也经常活跃于各大赛事之中，但他却被方便的这种打法完全限制住了，并且毫无反制的头绪，是来为自己的进攻做铺垫。自己的组合拳、侧踹腿以及跌腿摔作为自己的主要的进攻手段。在接腿后只允许一次打击。方便的后手拳向对方彰显自己的战术意图啊！第3回合。那么我们终于来到了第3回合，在前2个回合的情况下，方便完美的掌控了局势，而且在点数方面也领先了许多。在第3回合，方便决定不再用这种拉扯的战术来和对手消耗时间了。看来方便在这回合也是打算加强自己的攻势。方便也知道，在赛前马拉瓦、韦伯曾口出狂言，声称要让这场比赛成为他的最后一场比赛。那么对于这种嚣张狂妄的挑衅，方便更是不能给他任何机会。方便的前摆拳在多次的比赛中为自己奠定了中段扫踢。这是我们在比赛中很少看到方便在擂台上有火气。经过多次的无意的这个打后脑，韦伯这时候也意识到方便加快了自己的进攻节奏，并且短时间内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方便这种突然的战术改变，所以他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将自己所学的招式全部施展出来，甚至还打出了转身肘击这样的动作，想要以此来吓退死神方便。不过方便在一旁就像是看小丑表演一样。边腿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前摆拳，对方的低位的边腿，对方是 International Kickboxing Federation， 也就是 IKBF 的世界冠军。这个我们只能说像一个正蹬的一个侧身位的正蹬腿。方便也看穿了韦伯的想法，所以不打算继续加强攻势，因为在点数方面自己已经有了绝对的优势，所以方便也开始用腿法继续与对手进行拉扯。其实仔细一想，与其直接 KO 对手，不如让对手感受到更多重击，给他带来一些皮肉之苦。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哦，对方前冲得很凶啊！转身的后蹬，双飞踢，转身的后摆，连续的，哦。
最终比赛也是终于结束了。方便这场比赛不仅暴揍对手拿下了比赛的胜利，更是让那些造谣的小黑子彻底闭上了嘴。那么最后，让我们恭喜方便成功的拿下了这场比赛。那么你认为他的表现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